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呢，咱们想跟大家一起，深入的聊一个可能每个人每天都在想，或者说在追求的东西，那就是幸福。幸福听起来特别美好，但也特别复杂的一个词。对，我们都在追求它，但你有没平下来想过，就是我们现在普遍理解的这种幸福，它是怎么形成的？它有没有可能其实是被某种力量，有意无意的塑造，甚至是用一个稍微有点挑战性的词儿，是被制造出来的？这个提法很有意思，制造幸福。是吧？为了探讨这个呢，我们手头上有2份挺有分量的参考材料，一个是制造快乐公民，另外一个是幸福产业的一些节选内容。这2份材料都挺深入的剖析了，就是所谓的幸福科学，还有围绕它形成的各种产业，它们到底是怎么影响我们的观念和生活的。都是很关键的文本，确实能提供不少视角。所以呢，咱们这次探讨的目标就是想借着这些材料一起揭开围绕幸福的各种说法，比如说它是怎么被定义的，怎么被测量的，还有这些定义和测量方法背后，它可能隐藏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有哪些更宏大的力量在起作用。对，把这个看似非常个人化的追求，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里去看。没准可以从一个挺有意思的例子开始，就是那位经常被称为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的法国僧侣马修·里卡尔啊，我知道他做过脑部扫描，那个显示他冥想时大脑活动异于常人。对，就是他。他不是还经常去达沃斯那种世界经济论坛吗？你想想，一个僧侣在那个可以说是全球资本精英聚集的地方大谈幸福，这本身是不是就有点值得玩味？确实，这个场景本身就很有象征意义。幸福这个话题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心灵层面的事了，它进入了经济政治的场域。没错。好，那咱们就先从材料里提到的一个形象入手吧。它描绘了一种可以说是被推崇的幸福公民画像。来源里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电影《当幸福来敲碗》的主角克里斯·加德纳。你还记得那部电影吗？记得，威尔·史密斯演的，挺励志的，从流浪汉奋斗成股票经纪人。对，来源就分析说，你看克里斯·加达达他所代表的那种幸福形象，似乎不仅仅是我们平常说的感觉良好那么简单。它体现了更多特质。是的。它更像是在塑造一种特定类型的人，特别强调个人主义，要忠于自我，内心强大，有韧性，能抗压，还要有很强的自我驱动力，要乐观，情商还得高。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形象，坚韧不拔，永不放弃，最终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和幸福。对，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挺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社会或者说主流文化里，大家都在追求的那个幸福，它是不是已经被悄悄地预设成了这样一种符合特定价值观的理想公民模板？你的意思是，幸福本身成了一种规范，一种你应该成为的样子？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说追求幸福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要努力成为像克里斯加达达那样的人？那如果真是这样，这种特定的幸福形象，它的根源又在哪里呢？幸福是什么时候开始不这样定义，甚至是被尝试去测量的呢？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怎么理解现代社会对幸福的这种有点执念的状态。要理解这个，咱们确实得稍微往回看一看，追溯一下历史。好，来源里就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和思想，就是英国哲学家边淌和他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这个我知道，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对，核心思想是这个。边淌那个时代，大概是18、19世纪之交，他提出一个在当时相当激进的想法：幸福或者说快乐 （pleasure）。不但是可以被感知的，而且是可以被量化的。量化？这怎么量化？他设想了一种快乐计算法，试图通过衡量快乐的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等等维度，来计算不同行为或者政策能产生的快乐总量。
他认为这种量化计算应该成为个人道德选择，甚至是政府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基础。哇，这个想法在当时肯定很超前了，等于说把非常主观的感受变成可以计算、可以比较的东西了。没错，这背后其实有一种强烈的理性主义和社会工程的冲动，就是希望用一种科学的、客观的方法来管理社会，提升整体福祉。然后呢，到了19世纪后期，心理物理学 （psychophysics） 这个领域开始发展起来。心理物理学听起来有点绕。简单来说，它就是研究人的心理感受，比如你感觉多亮、多响、多重，和引起这些感受的物理刺激，比如光的强度、声音的大小、物体的重量，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代表人物有利普斯和费希纳等人。所以他试图找到心理感受和物理世界之间的数学公律。对，费希纳就提出一个著名的定律，说心理感受的强度跟物理刺激强度的对数成正比。这等于说，他们相信，连我们内在的主观感受都可以找到精确的数学公式来描述。这跟边性想量化快乐思路是不是有点一脉相承？都想把主观的东西客观化、数学化。完全正确，这种思想倾向就是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和测量人的内心世界，为后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用各种问卷、量表来测量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等，奠定了某种认识论上的基础。觉得这是可行的，也是科学的。我明白了，等于说我们现在熟悉的那些幸福问卷，让你给自己打分，从1分到10分，你有多幸福？这种做法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边性和心理物理学那里去。可以这么说。当然，发展过程很复杂，中间还有很多其他的理论和实践。但这种量化的冲动，这种认为幸福可以被客观捕捉和测量的信念，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源头。但这就必然会带来争议了，对吧？幸福这么主观、这么复杂的东西，真的能量化吗？能准确测量吗？这正是核心的争议所在，而且这个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原研文件里就提到了很多这方面的质疑。都有哪些质疑呢？首先就是测量方法本身的问题。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幸福量表、问卷，但是它们测量的内容、使用的标准往往缺乏一致性。你用这个量表测出来是7分，用那个量表可能就是8分或者6分。这确实是个问题，标准不统一，结果就很难比较。对，更麻烦的是，就算用同一个量表，你打的7分幸福和我打的7分幸福，真的代表同样程度的幸福感吗？尤其是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考虑到性格、经历、期望值的差异，还有文化差异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对幸福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可能就完全不同。一个文化里觉得是还好的7分，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就意味着非常幸福了。完全正确。文化差异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文言里也提到，连像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在推动成员国进行幸福感测量的时候，都不得不发出警告，指出很多现有的测量方法缺乏在国际间进行比较所必须的严格性和一致性。连 OECD 都这么谨慎。是的，所以第一个大的质疑就是测量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问题。第二个相关的质疑是，这种量化的方法会不会过度简化了我们复杂的生活体验？怎么说？就是说，幸福、满足感、生活的意义，这些都是非常丰富、多维度的东西。把它简化成一个或几个数字，比如一个满意度得分，会不会就忽略了那些无法被简单量化，但对我们来说可能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什么呢？比如说一段深刻但可能伴随着痛苦的关系，一个充满挑战但让你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业，或者是一些难以言表的精神体验、审美感受。这些东西很难用1到10分你有多快乐来衡量，对吧？但它们可能恰恰构成了我们觉得活得值的关键部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过度追求量化可能会让我们视野变窄，只关注那些容易被测量的指标，而忽略了生活中更深层、更微妙但同样重要的价值。对，这是一种唯指标论的风险，好像只有能被测量的才是重要的，才是值得追求的。确实有这种风险。好，那我们了解了幸福量化的历史渊源和它面临的争议。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关于幸福的理念，这些测量方法，它们又是怎么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呢？
感觉现在到处都在谈幸福。这就是原因里重点讨论的另一个方面了，所谓的幸福产业 （happiness industry） 的兴起。幸福产业听起来像个专门生产幸福的工厂。哈哈，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生产实体产品，而是提供各种旨在提升个人幸福感的产品、服务和理念。这个产业的范围其实非常广，都包括哪些呢？两人提到，首先，积极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 是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大概从21世纪初开始，以马丁·塞里格曼 （Martin Seligman） 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心理学不应该只关注病态和问题，更应该研究人的积极品质和幸福。这个我听说过，就是要研究如何让人活得更蓬勃 （flourish）。对，然后基于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就衍生出大量的应用，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个人成长课程、工作坊，教你如何培养乐观、感恩、韧性。市面上确实很多这种课，还有各种教练技术 （coaching）、人生教练、幸福教练什么的。没错，教练技术也是这个产业里非常重要的一环。还有就是大量的自主书籍、online 课程。对，书店里幸福成功学相关的书永远都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然后还有科技的介入，各种冥想 App， 比如来源里提到的 Happify， 还有 Headspace、Calm 这些都非常流行。他们用游戏化、引导式练习的方式，帮你管理情绪、减轻压力、提升幸福感。手机里装1-2的这类 App 的人现在挺多的。甚至这种对幸福的关注还进入了企业管理领域。现在不少公司开始设立持首席幸福官 （Chief Happiness Officer） 这样的职位。还有这个职位是做什么的？理论上是负责提升员工的幸福感和工作满意度，组织一些活动，改善工作环境什么的。当然，实际效果如何，可能就另当别论了。哇，这么看来，从心理学理论到个人提升课程，再到手机 App 和企业管理，确实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而且无处不在的幸福产业。是的，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那材料里还提到一点，就是这个幸福产业的兴起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大的社会思潮，比如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怎么理解呢？这是材料里一个非常核心的论点。他的意思是说，幸福产业所推崇的很多理念和方法，其实非常契合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逻辑。比如说呢？好像有点印象，是说影响我们幸福感的因素里，有多少比例是基因决定的，多少是环境，多少是我们可以自己控制的。对，他的研究认为，大概50%的幸福感差异是由基因决定的，这个我们改变不了。然后大概只有10%是由生活环境，比如收入、社会地位、居住环境等决定的。只有10%，这么少啊？这是他研究得出的数字。然后关键是剩下的40%，他认为这部分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性活动，也就是我们的想法、选择和行为。哇，40%，这比例可不小。是的，所以这个理论传递出的信息就非常明确。要想提升幸福感，最有效的途径是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培养积极心态，采取积极行动。相比之下，改变外部环境的作用似乎就没那么大了。听起来很赋能，告诉你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表面上是这样，但批评者认为这种论述方式恰恰非常符合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怎么说啊？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强调个人责任，削弱国家和集体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它倾向于把很多社会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失业、教育不公等等，都归结为个人选择和努力的结果。好像是这个调调。那你看，这个40%解决方案是不是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它极大地强调了个人内在因素对幸福的决定性作用，而相对淡化了外部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这种说法会不会在无形中就把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比如说面对经济衰退、失业或者系统性歧视这些环境因素带来的痛苦和不幸，把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从社会政府那里巧妙地转移到了个体身上？正是这个意思。他似乎在暗示，如果你不幸福，那主要是因为你自己的心态不够积极，行为不够主动，而不是因为你所处的环境本身有问题。你需要做的不是去质疑或试图改变那个环境，而是向内看，调整你自己。
哇，这么一想，这个40%理论背后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发现，也可能在扮演一种意识形态的角色。对，来源文献里的批评声音，主要就是指向这一点，认为幸福科学和幸福产业的很多论述，可能在不经意间强化了一种个人主义的去政治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从而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这个视角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当我们沉浸在各种提升个人幸福感的方法中时，是不是也可能忽略了那些需要集体行动来改变的外部环境？这就是批评者提出了一个核心担忧。好，刚才我们谈了幸福产业的兴起，以及它和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可能联系。那接下来我们再深入看看来源文献里对这个所谓的幸福科学本身提出的一些更尖锐的批判性视角吧。感觉幸福这东西好像并不像它表面看起来那么阳光灿烂。确实如此。来源文献里梳理了不少批评意见，可以说是对当前这股幸福热泼了一些冷水。都泼了哪些冷水？首先就是对幸福科学自身研究的严谨性和可靠性的质疑。前面我们提到了测量方法的问题，这里更进一步，有评论者指出，整个积极心理学和幸福科学领域的研究发现，常常显得分散、模糊、不确定，甚至相互矛盾。研究结果不稳定吗？有这方面的批评，认为很多研究的样本量不够大，研究设计不够严谨，结论的可重复性也存疑，而且有时候为了迎合公众或者资助方的期望，可能会过度解读研究结果，或者只报道那些积极的发现。这在很多新兴的热门的学科领域可能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追求新颖和影响力，可能牺牲了一部分科学的严谨性。对，而且更深层的批评是，这种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语言背后，可能隐藏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议程。怎么说？就是说，幸福科学的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以及对结果的解读，可能并非价值无涉，它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服务于特定的利益群体或目标。比如说，来源提到，幸福科学的研究成果经常被用于组织管理、学校教育、企业培训，甚至是军队建设中。军队。这有点意外。是的，比如美国军方就投入了大量资金，与积极心理学家合作，开发项目，旨在提升士兵的心理韧性 （resilience）， 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战争压力和创伤。从提升士兵福祉的角度看，好像可以理解，但这里面是不是也有值得警惕的地方？批评者认为，这可能就把关注点放在了如何让个体更好地适应有问题的环境，比如战争，而不是去反思和改变环境本身。同时，这种以提升韧性、乐观为目标的训练，也可能被用来筛选、管理甚至规训个体，使其更符合组织的需要。听起来有点像用科学的语言包装起来的一种更精密的管理和控制手段。有这种担忧，所以第一个批评是关于科学性本身，以及背后可能隐藏的意识形态议程。了解，那还有其他的批评吗？第二个重要的批评角度是，幸福测量和相关的政策，有时候可能会变成一种烟幕弹。烟幕弹用来掩盖什么？用来掩盖那些更深层次的、更棘手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比如说，一个国家可能面临着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高失业率或者人权问题，但如果它同时公布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国民幸福指数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就可能会转移公众的注意力，粉饰太平。就是用一个主观的、看起来比较软的指标来冲淡那些客观的、可能比较难看的数据。对，因为幸福感这个东西影响因素太复杂了，也容易受到短期事件或者宣传的影响。政府可以通过一些宣传或者组织一些活动来暂时提升民众报告的幸福感，但这并不代表那些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得到了解决。这确实是一种可能的操纵方式，用幸福感叙事来替代对结构性问题的关注和问责。是的，所以要警惕幸福指数被滥用，成为掩盖社会矛盾的工具。明白了。那除了这两点，还有其他的批评吗？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方面，就是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尤其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幸福领域的应用。
技术怎么加剧了问题？来源里提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就是 Facebook 在2014年进行一项秘密实验。Facebook 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操纵了近70万用户 Newsfeed 信息流中帖子的情绪内容。一组用户看到更多积极内容的帖子，另一组看到更多消极内容的帖子，然后观察这些用户自己发布的帖子的情绪变化。哇，这等于是秘密的对用户进行情绪操纵实验。没错，结果发现，接触到更多积极内容的用户，自己发布的帖子也更积极，反之亦然。这个实验结构本身可能不令人意外，但它引发了巨大的伦理争议。肯定啊，这完全是在没有获得用户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把用户当成了实验对象，而且还是在操纵他们的情绪。对，这件事情暴露出来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可能性。随着技术平台对我们行为和情绪数据的掌握越来越深入，他们不仅能够预测我们的情绪，甚至可能反过来塑造和管理我们的情绪，以服务于商业或者其他目的。太可怕了！我们追求健康、幸福，使用各种 App 和服务，以为是在提升自我，结果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情绪甚至决策权都交了出去，陷入了更深层次的监控和管理之中。正是这种担忧，当幸福、健康、积极性变成可以被算法量化、预测和优化的指标时，我们作为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可能会面临新的威胁。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这种无处不在的对积极性和幸福感进行最大化追求的趋势保持一份警惕？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的提醒。技术的进步在这里似乎带来了一把双刃剑。的确如此。对，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对幸福科学和幸福产业的批评，其中贯穿着一个线索，就是对那种过度强调积极的警惕。原文文件里还专门提到了一个挺发人深省的概念，叫做积极的暴政 （Tyranny of the Positive）。这个概念很有冲击力。是啊，暴政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这个社会或者说主流文化过度地强调积极情绪的重要性，把乐观、快乐、坚韧看作是唯一值得追求的健康的心理状态时，会发生什么呢？它可能会把那些所谓的负面情绪，比如悲伤、愤怒、失望、焦虑，都视为不正常的，是需要被尽快克服、修复甚至消除的缺陷。好像现在确实有这种倾向，大家不太愿意，也不太敢表露自己的负面情绪，觉得那是一种软弱或者失败。对，但问题是，这些负面情绪它们本身有没有意义和价值呢？比如说，面对不公正的待遇感到愤怒，这难道不正常吗？失去亲人感到悲伤，这难道不应该被允许吗？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焦虑，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吗？当然是，这些情绪很多时候是对现实环境的一种合理反应，他们可能在提醒我们注意危险，或者促使我们去反思和改变。没错儿，但是如果积极的暴政盛行，它就会剥夺这些情绪存在的合法性。它告诉你，你不应该感到愤怒，你应该积极的去沟通，你不应该沉浸在悲伤里，你应该尽快走出来，你不应该焦虑，你应该保持乐观。等于说它否定了这些情绪本身所携带的信息和能量。是的，而且更糟糕的是，这种积极的暴政还可能给那些身处困境的人带来额外的负担。怎么说？就是说，一个人可能正在经历失业、疾病或者关系破裂，他本来就已经很痛苦了。但如果整个社会都在告诉他要积极、要乐观，幸福取决于你自己，那他如果暂时做不到，他会不会感到更加自责和羞愧？我明白了。他会觉得，不仅我的处境很糟糕，连我应对处境的情绪都是错误的，都是不达标的。这等于是在伤口上撒盐。对，他会背负上一种未能积极起来的额外愧疚感，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层的不人道吗？确实，这种强制性的乐观主义可能会剥夺人们诚实面对自身困境和真实感受的权利，甚至可能阻止必要的哀悼、反思和寻求帮助的过程。
所以积极的暴政这个概念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它让我们反思，对幸福和积极性的追求是不是也有可能走得太远，甚至变得有害。我们需要为那些不幸福的情绪也保留应有的空间和尊重。非常有道理，需要一种更平衡、更宽容的视角来看待人类复杂的情感世界。好了，咱们今天围绕制造快乐公民和幸福产业这两份材料，聊了这么多关于幸福的话题，从它的定义、量化到相关的产业，再到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各种批判性的视角，这么一路聊下来，感觉怎么样？感觉就是我们平时挂在嘴边的这个幸福，它真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不单纯得多。是啊，我也是这种感觉。它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主观的、内在的感受，虽然感受肯定是基础，但它同时又被外部的力量深刻地塑造着。对，它被特定的历史文化所定义，被各种科学话语和测量技术所框定，甚至被商品化，变成可以买卖、可以管理的东西。而且它还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主流的社会经济政治理念，像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这些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没错，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时，可能既是在追求一种真实的个人体验，但同时也在不自觉地践行着某种被社会所认可、所鼓励的规范。我们追求的那个幸福，可能本身就是一种被精心塑造过的社会魔性。是个人感受，也是社会规范。这个总结挺到位的。的确，咱们这次的探讨可以说是揭示了现代幸福观背后运作的多重面向和复杂逻辑。从历史渊源到产业实践，再到意识形态批判，确实呈现了一个更立体，也更值得警惕的途径。是的。那么，在这次深入探讨的最后，或许可以留给大家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供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思考。好啊，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我们这个社会或者我们个人如此专注于使用各种技术、方法、指标去量化、去管理、去提升个人的幸福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不小心忽略了，甚至牺牲了那些更难以量衡、等可能同样重要，甚至更为根本的东西？比如说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集体的福祉和团结、人与人之间深刻的情感连接。又或者仅仅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刻、特定的情境下，有意义的不快乐的那种可能性，那种尝试面对困境，从中获得成长和反思的价值。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问题。当我们痴迷于用数字和指标来定义和追求好生活时，我们是不是正在失去一些无法被量化的，但却让生活真正值得过的东西？对，这或许就是在幸福这个看似简单美好的词语背后，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持续去探索和反思的方向吧。非常感谢今天的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于幸福的探讨，看来远未结束。谢谢大家。